您好，您是郭夫人吧？我是王阿姨介绍来相亲的。你是小叶，快坐。我叫叶不凡，我是一名外卖员，我是我们公司送外卖送的最快最好的外卖员，今天才被我们领导评为优秀外卖员模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阿姨，这个是鸡蛋兑换券，在任何超市都能兑换。我把这个呢，就作为见面礼送给您。我女儿西西在德国出生，有一半的德国血统，在家里可什么都不用干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个月奖金加提成，能拿7000多，我6000多给西西。那好呀，爽快，这门婚事我就定了，你快抱抱西西。这么开放，第一次就能抱。别不好意思，这往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你流氓呀你！小叶，你怎么回事？敢对我女儿动手动脚？阿姨，您不是让我抱抱西西？你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？我说的是我小女儿西西。妹妹不怕哦，不怕不怕。什么？你让我跟一条狗相亲啊？你该不会以为跟你相亲的人是我吧？你也不想想，自己一个月7000多的工资，连我一顿饭钱都不够，还想跟我相亲？就你这样，跪下来给我舔脚趾，我都嫌你嘴臭。你怎么说话这么脏啊？结婚呢，讲究门当户对，就是条狗，你也没资格。要不是你那个老爹死乞白赖的求我们才勉强答应来见面。能娶我妹妹是你们叶家的福气，来，给我抱着。西西，不怕，有妈妈在，摔疼了没有？好啊你，西西在家，我们可是一根手指头都不敢动，你竟然敢惊动她！你自己没抱住好吧？立马道歉！有病吧？别怕，妈妈领你出去。叶不凡，赶紧跪下，求我女儿原谅。不可理喻！西西，想找死就来！女儿，妈，这西西跑了，要是遇到坏人可就麻烦了。快追！你站着别动，回来找你算账。宝贝女儿，宝贝女儿。心雅，嫁给我吧。冷少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实在是不来电。清雅，冷家和程家世代故交，论样貌，论财力，整个江城除了我冷子修，没人能碰得上你。冷少爷，是我配不上你了，您一定能找到更好的。再说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不可能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清雅，你不仅是个处女，就连初吻也还在呢。你在我心中就是最纯洁的完美女神。变态！我都说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程清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以为随随便便抓个男人，我就能信你吗？好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清雅，你故意气我的，我不信。好，那我就让你死心。I've been really trying, baby, trying to hold back this feeling for so long. 程清雅，你个肮脏的女人，初吻是我的，我的。渣男，谁让你伸舌头了？他的嘴怎么甜甜的呀？爸，你们要干嘛？也不打听打听，只有我们郭家欺负别人的份儿，哪有别人敢戏弄到我郭家头上？你们想怎么样？说。
既然我的小女儿看上了你，你就要八抬大轿娶回家。我怎么娶她？她是条狗啊！哟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连狗都哄你。我妹妹呀，在家吃的可是进口牛排，你怕是听？我呸！说你是个穷鬼吧，下辈子啊，记得投好胎，争取做个有钱人。妈，你说啥呢？还下辈子做个人？要不你下辈子做狗，找个好主人疼疼你，是不是？你，怎么？它想咬我呀？这辈子就想当狗啦？别跟那废话，赶紧让西西跟他拜堂。我不要！你们不能这样呀！哎，我来！你们放了我儿子！住手！老头儿，你来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去！不行吧？不行，我老了，你还年轻，你不能受这种屈辱呀！妹妹，你看你多抢手呀！这父子两个已经个个的就想当你的小垃圾呢。我小女儿也不是很随便的人，你们父子俩商量好，到底谁娶？3天后来我郭家娶我姑娘。走。没天理了，没天理了！有钱人太霸道了！爸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，我会让你们郭家所有的女人全都嫁给猪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没钱。家蛋。奶奶，您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没有钱，我也没有得罪过谁。长得还不错，是你欺负了我的孙女哦。您孙女，我根本不认识您孙女。奶奶，我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敢欺负。啊！看看是不是你？是我，可是，你喜欢我孙女吗？奶奶，是他亲我的，我是被逼的。哦，是逼的。照这么说，你不喜欢他喽？来，剪掉他的舌头。喜欢。好，喜欢就好，还不赶紧磕头叫奶奶？初次见面也没有什么好送，就把城市新开发的房产当见面礼吧。真的假的？出手就这么大的豪宅？快去把城市的产业交接一下，一定要好好经营。怎么交接？验证指纹就可以了。家主，是不是太轻率了？据我所知，冷小姐那天只是拉他当挡箭牌，拒绝冷公子的纠缠罢了。小姐不见得会喜欢他。这清雅从小就有洁癖，一见到脏的东西就吐，怎么竟然能和这小子接吻？懂了，小姐是不讨厌的。或许这小子就是清雅的缘分，我的身体也支撑不了多久了，能帮到清雅找到如意的郎君，我死也瞑目啊。今天都怎么了？遇到都是奇葩，城市房产，我去看真的假的。陈少，城市的房产可真气派，把人家的眼都看花了。宝贝儿，过几天开业，这儿都是。哎呀，你对人家太好了。那今天晚上来我家，保证让你满意。若曦，你看他来干什么？去吧。
你有病吧？谢不凡，你也配来这种地方？就是这么高贵的地方，你一出现，瞬间就掉了2个档次，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还敢怎样？阿姨，他是谁呀？陈少，你这可把我问住了。叶不凡，你跟你爸商量好没有？到底是谁娶我妹妹西西呀？西西，不是你们家狗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叶家父子为了攀附我们郭家，都想娶我妹妹西西，这父子都反目了。我真是懒得理你。哎，还敢往里走，还不滚出去！瞧你这晦气样，都坏了城市房产的风水。城市房产，你这么说的城市房产是你家的意思？没错，我告诉你，这位就是陈氏房产的少爷，陈氏房产未来的主人。低调低调，这种贱人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城市房产的主人，巧了，我也是城市房产的主人。妈，你说他该不会是上午跟我们打糊涂了吧？我看呀，又开始胡说了。笑话，等会儿你就该哭了。我在我面前还是装逼！陈少，你这一拳头打的也太帅了，快打死他！以后让他做人低调点儿。刘哥，程帅，你干嘛？又拿你的家成为唬人呀？别忘了，你可是程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。刘哥，你看那对母女怎么样？你他妈人是怎么样？找女人的眼光可是一等一的高呀！哥，等我弄到手，老的给你，别看老，风韵犹存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别搞出人命。放心吧，就有穷逼送外卖的。哼，我你妈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城市房产什么主人？经理，你可别听他胡说，他呀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，群子呀都要娶狗当媳妇了。没错，叶不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骗钱都骗到城市头上了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狗命够不够赔？刚才家主助理打电话特意交代，说新家主过来交接，难道就是他？刘哥，太小题大做了，你看他穿的，门口保安都比他帅。闭嘴！刘经理是吧？把你们指纹机拿出来，我要验证。你怎么知道指纹验证的？我再说一遍，我真是城市未来的主人。哎呦，叶不凡，我看你真是不屑棺材不成内呀！你别说话。经理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程帅，去拿指纹验证机。小子，你现在还有机会。如果指纹机验出来你是假，我相信城市指纹手段一定通过。废话少说，来吧。验证失败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他就是一个臭送外卖员，怎么可能变成有钱人？先许手上有汗，擦擦再试试。好了，准备。验证失败。你够了吧？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，还在这给我装？叶不凡，你还有一次机会，如果我知道你在撒谎，后果很严重。再试一次。好好看看那边。验证失败。来人，给我好好伺候城市房产的新主人。我死里打！慢着。小姐，怎么，我程家的产业我自己？不是小姐，我说错话了。小姐，我是小帅，这家伙冒充城市集团老板，被我给打了。别表姐表姐叫的那么亲热，我们的关系好像没那么近。你打的？我打的，我上去给了他一拳，还没打过瘾呢。小姐，我让保安把他弄死他，你回避一下，免得脏你眼。珠联璧合，密码正确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他就是城市房产的新主人，我奶奶亲定的。什么？
小姐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该打，滚！你刚说还没打过瘾是吧？来人，打他，打到他过瘾为止。饶了我吧！你们是和程帅一伙的？是我们不熟，我们是来买房的。就是，那还不快滚！刚才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助理，你帮我一次，我帮你一次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既然我奶奶把产业给了你，那你就收下吧。签了字之后呢，这个就归你了。恭喜你啊，找遍有钱人了。无功不受禄，钱要自己挣的才开心。走了。那你别后悔。小姐，老太太早都预料到了，这家伙果然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欲擒故纵而已，小把戏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怎么了？小姐，老太太晕倒了，住医院。什么？医生，我奶奶怎么样了？老太太昏迷不醒。我要进去看她。不行，现在不能打扰。老太太嘴里一直叨念着孙女婿，是你对象吧？你把他找来，老太太身体会好得快一些。孙女婿，我知道了。你干什么？大哥，上午的事情呢，你别往心里去，都是误会。伯父，其实我喜欢不凡哥哥。你喜欢不凡，哥哥，怎么可能？伯父，你不知道吧？不凡哥哥年轻有为，早早的就当上了城市房地产的当家人。什么？大哥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之前的误会啊，都是那条狗给闹的。我把它炖了，给你补补身体。这不是你小女儿吗？好了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你们赶快走。哎呀，走什么走？我女儿要等不凡呢，他们呀，明天就结婚。大哥，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上你了。你想干嘛？大哥，你看我漂亮吗？这嫂子走了多年了，你就不想女人吗？今天让妹子好好伺候伺候你。哎呀，不行了吧？你这不行。伯父，我妈配你，我配不凡哥哥，这是天作之合，我们这是亲上加亲呀！你不要害羞，我就当做。哎，你们这样不行，这是有伤风化。大哥，你看我一眼嘛，我的身材好吗？你们干嘛呢？不凡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。出去，离开我。不凡哥哥，我知道我们两个有误会，我呀，这不是来给你来解释来了吗？你摸摸看我的心是真不真诚？这以后呀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如今天就洞房吧。小姐，好像就是这里。请问是要什么教育？你不知廉耻！不要脸！谢小姐，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凡哥哥，你快告诉他，我才是你的心爱的。你走开！我知道你们母女俩来我家，就是为了那个城市集团地盘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那个房产我放弃了。什么？放弃了？不凡哥哥，知道你这是在考验我呢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我都认定你。是真的，他放弃了几个亿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呀？几个亿的房产说不要就不要，真是狗肉上不了台，又冻死。滚开！你个老不死的，身上一股子怪味儿，差点把老娘给熏透了。哼！您娘俩变来的也太快了吧！快你妈呀！哎，你妈当初生你是把你生河里了啊？脑子进水了吧你？走，浪费时间，一家子神经病！哼！
姐，是他们娘俩。你不用解释，我没时间管你的事儿，跟我走一趟。去吧。你听好了，我跟你结婚呢，只是为了哄我奶奶开心。等我奶奶病好了之后，我们就立马离婚。哦，我事后会额外补偿你200万，不让你吃亏的。那我们那种事你就想都不要想了。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。不过你要是有需求的话，可以去找其他女士，做隐秘点儿。我们程家是大户人家，要面子的。哎，好了，跟我去见奶奶。奶奶，我已经和他结婚了。您要是能听到的话，就快点行。奶奶，我的乖孙女儿，你终于结婚了。您没事啊？当然没事儿。我要不用借，你怎么肯结婚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害我流了好多眼。我不管，那你要赔偿我。小子，我果然没错看你，不是谁都有勇气拒绝这几个亿的房产。奶奶，你偏心，你干嘛把卡给他？不把，给谁都是给。你能不能配上我们孙女，还要看你以后的表现喽。奶奶，我会努力的。家主，陈军一家来看你了。废物，还敢回来，叫他跪着问。好像有急事儿。奶奶，我做错事儿了，你骂我吧。哼，矫情！你到底惹了什么大祸？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乘风快递就要被收购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乘风快递可是我跟你父亲起家的家业呀，你竟然被你……奶奶，别走，别走！程若雪，你明明知道乘风快递是奶奶的心头肉，你竟然还这么经营它，3个月亏4亿，你怎么管理的公司啊？程清啊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乘风快递本来就是要破产的，现在关门只是让他早点关门大吉。爸，程清这个贱人居然敢打我！你奶奶把你惯坏了，老子还没死，你妹妹轮不到你教训她。爸，闭嘴！乘风快递还有1天就倒闭了，你那么孝顺，救活他呀！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让乘风快递破产的。我现在就不去筹钱。爸，果然被你说准了，程清雅果然上当了。大夏国所有豪门我都打过招呼了，程清雅1分钱都筹不到，1天之内要被提4个亿，除非大罗神仙下凡帮他。程清雅现在是四面楚歌，等乘风快递一破产，奶奶肯定被气死，程家就是您的了。这样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个送外卖的能帮上我什么呀？现在卡里已经有1个亿了，我只需要再借3亿就可以救活程风了。走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这不是故意的，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皮糙肉厚的，撞不坏。大哥，今儿是遇到好人了，这要搁别人早躺地上讹我了。哎，我们快递员老是被人看不起啊。还有人看不起你们？都是社会底层，成天骑个车，谁见了都嫌。这要哪天我能开个奔驰去送快递，那小区保安见了我都得敬礼啊！你帮了我个大忙，兄弟，谢谢你啊！胖哥，小凤我给你带来了。哟，小姑娘多大了？说话呀！我20了。哥今天来给你冲冲业绩，只要把哥伺候好了，这车啊我买了。哥，你真大方。小凤，还不赶紧上车，给哥介绍介绍车的性能。
哥，这辆车 2.0T 动力还挺十足。我想问问你的动力足不足呀？哥，要不咱们下去看看轮胎，这轮毂是新概念设计。我想让你挂挂我的档，来吧。装什么纯？还不是早晚被人办。放心，只要你从了我，我就再买一辆好车。哎，输了。胖哥，你也太兴奋了吧？怎么弹出来了？你他妈傻呀！我被打了！保安，保安，快保护胖哥！怎么，车行变成夜总会了，还有特殊？就是他，敢坏我好事儿！小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刚刚动的是谁吗？赶紧下跪道歉，兴许胖哥还能留你个全尸。好大的口气！我真是服了，一个小小的车行营销，张口闭口就是要人命。大哥，你快走吧，这人你惹不起。你不要怕，他是客户，我也是客户，不就是买车吗？兴许我买的比他还多呢。小子，你知道胖哥一年在我们车行里买几辆车吗？多少？5辆，还是全款。看看你穿戴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把你卖了，能买块车玻璃就不错了。说出来吓死你！我要买50辆奔驰。天哪，大白天的真晦气，遇到一个神经病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这儿最便宜的50辆都1500万。1500万？傻了吧？这么多钱？别说见过，听恐怕你都没听过吧？大哥，待会儿我们老板来了，你就走不了了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信。相信我就好。这单业务我跟你对接。哦，胖哥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是看上小芳了，想要故意扮猪吃老虎，英雄救美，就是为了跟小芳上床。小芳，你涉世未深，江湖经验不足，小心被人白白玩了身子。哎，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姑娘，你去开单吧。大哥，这单一旦开了，可就撤不了了。开单。小芳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一个素未谋面的穷逼，你凭什么相信他？我在车行这么多年了，也没见过一口气买50辆车的客户。就算是江城最有钱的，也不敢这么玩。放心吧，去开单。哦，慢着。怎么，装不下去了？我不要最便宜的奔驰，我要100万级别的奔驰，给我来50辆。50辆高级奔驰，可是足足5000万人民币，不是欢乐豆。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打出去！怎么，这就是你们车行的待客之道，请大客户吃全扣？废物！叫少爷，快去！大哥，我们少爷心狠手辣，他要是知道你大闹咱们展厅，你就走不了了。来，我今天就看一看，你们口中的大少爷能把我怎么样？好，别跑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小姐，这些人都是道上的，跟他们借钱，恐怕以前这些人都受到过奶奶的帮助，现在程家有难，我相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。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好了，别再说了，除了他们，也不会有人再帮我。程小姐，3位大哥等候多时了，不过按规矩，您只能1个人进去。大胆，什么狗屁道理？算了，既然是咱们有求于人，就按他们的规矩办事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自己进去。哎呀，青雅小姐，你可算来了，让我们3兄弟好等啊！青雅见过3位叔叔。青雅，把我们叫老了，还是喊哥亲切点啊！啊，好，马哥，这就对了嘛。来，坐。都说江小姐清高，不食黏黏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呀。没有江哥，都是些谣言。
就是，如果青雅小姐清高，怎么会屈尊跟我们这些草莽吃饭呢？啊，是吗？就是，陈青雅小姐，我们先谈正事，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事儿可以帮您。我程家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想从3位大哥手里借些钱来周转，不知道是否方便啊？当然方便啊！当年老太太也帮过我们，是吧？要多少钱，青雅小姐尽管开口。感谢3位大哥，日后必定涌泉相报。那借我3个亿就……什么？这么多？如果困难的话，2个也可以。青雅小姐，借钱可是有借钱的规矩的。大哥，您放心吧，我们程家一定给出最高的利息。小姐，您理解错了，我们3个是江湖人物，想从我们这儿拿钱要有诚意。我不是很明白，还请您明说。一瓶100万，喝多少给多少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在冷家车行闹事？冷少，就是他。是你？是我。他妈的！我想起来了，夺走清雅初吻的就是你。老子找你好几天了，今天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冷少，原来你跟他也有恩怨呀！今天故意找茬，说要一口气买下50辆100万级别的奔驰。你们不知道吧？这个家伙就是个送外卖的，别说奔驰，就是拖拉机也买不起。还真是个穷逼呀！小芳，单子是你给他开的，付不起，你也有连带责任。什么？连单子都开了？臭送外卖的，老子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今天可以把钱付了，我就饶你；如果付不了，后果我是知道的。好啊，不过赌注不够刺激。这样吧，如果我付得起，你把这家车行给我，然后跪在地上喊一声“爹”。行，要是付不起，你就给我当一辈子的人肉坐骑，我想去哪你就驮我去哪。一言为定。去拿刷卡机。恭喜冷少又多了一个人肉坐骑，放眼整个江城，也没有拿人当马骑的。验证失败。不好，顶级客户来了，赶紧回公司。怎么样？这下死心了吧？来人，去给我把人肉坐骑牵过来。哎，冷少，你这个刷卡机应该用的是最普通的吧？我的卡它识别不了。还他妈装！去，把他给我牵过来。你会后悔的。那是真皮的，不知道坐下去舒服。哎呦，谁他妈炸了！刚才是您刷的卡吗？没错，您是大厦的顶级至尊客户，沈家迎接来迟了。什么？好像刷不出来的卡是真的。老板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呀。有点累了，畜生，过来，给这位少爷当人肉坐骑。哎呀，冷家主，你儿子把这家店输给我了。什么？你这个畜生！冷家愿赌服输，以后这个车行就是您的了。儿子虽然是个畜生，他爹人还不错，车行不要。日后冷家为你马首是瞻。行了，他们几个人怎么处置啊？老板，我错了，老板，我错了。来人，拖出去，整个江城车行封下他。老板，我滚！老板，我滚！哦，谢你愿意相信我，冷家主，让他做主管。还不赶紧谢谢叶少爷。
谢谢叶少爷。哦，冷家主，我买的那50辆奔驰，请今天帮我送到程家乘风快递门口。是。程清雅小姐，喝吧，喝的越多，钱拿的越多。是啊，一杯酒100万。洪小姐真是海量啊！陈清雅，你不是江城第1美女，那么不可一世，你也有经济。若雪，三位，陈清雅可是我们江城第1美女，三位可不要浪费呀。不能进。喂，叶不凡，你在哪？我准备去乘风快递，快来一好酒店。青雅小姐进去1个小时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哎呀，你看这皮肤挺嫩的，我都不忍心下手，让我来。哎，凭什么让我来？听说程清雅小姐还是个处女呢啊！三位别争了，既然这样，你们就商量一个顺序，就先是。既然有分歧，不如一起上啊！真是人间尤物啊！那我就先上了。哎呀，你他妈谁呀？是我，程清雅的老公。陈清雅老公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侃爷，他就是个臭送外卖的，什么也不是。哈哈哈！好啊，今天我们就当着你的面把陈清雅玩了啊！哈哈哈哈！你们可以试试。你就是个臭送外卖的，你在这装什么装？你知不知道你面前站的这3位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佬，弄死你就跟弄死一……闭嘴！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今天好像喝多了，不过请你们让开，我要带她回家。哼，不开眼的东西！来人，碎了他！你会功夫？不想死你走去。你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我可是程家2小姐。今天这个局是你撺的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别以为傍上程清雅这棵大树就能如虎添。我告诉你，明天乘风快递破产过后，他什么也不是。你敢打我？打！给我听着，我不管你们家族内斗，再敢伤害清雅，我让你死！你到底是谁？你不像是普通人。我是谁你不配知。滚！清雅，清雅，不行。我还要喝，喝完给我100万。家，走。你醒了？流氓！这打我干什么？叶不凡，我衣服是不是你脱的？是啊，你昨天吐了我一身，我帮你收拾的。叶不凡，我杀了你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，你别忘了，咱俩是有证合法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什么？把你们手上的工作都放一放，程董事要训话。还有10分钟，乘风快递就要被收购了，你们也会被程氏裁员。裁员？安静！你们要怪就怪程清雅，是她没本事拉不到投资。对了，还有你们这个月的工资，恐怕是发不。
什么？不给工资就想裁员，想得美！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不过你们可以去找程清雅闹，闹得越凶，兴许这钱就要回来了。这不，程清雅来了，你们赶紧去要钱。程清雅，还我们血汗钱，还钱，就说还钱。行，你先离开，我怕会出意外。哎，上钱！亲啊，放心，有我在。各位，这些钱呢，抢到多少就拿多少，是清雅小姐送给大家的红包。一定要相信公司，我们乘风快递是一定不会被收购的，你们也不会失业。你放屁！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屌丝，一点本事都没有。你们知道公司的钱去哪了？去哪了？都让程清雅欺负这个小白脸了。昨天在车行消费5000万买车。顾凡，是真的吗？我回头跟你解释。什么？你们居然花5000万买车？当然是真的。看见了没？他承认了。明天你这个骗子，还我们血汗钱！还钱！各位，听我说。听你说个屁呀！再不给钱，谁都别想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要钱呀！还钱！都领钱，肯定是。顺丰快递投入50辆奔驰作为快递车，瞬间上了热搜。这将是快递行业的革命。截至今日，城市股票涨停。怎么可能这样？喂，是乘丰快递吗？我是香江小区，我们有1万多业主，打算跟你们签快递买断合同。奔驰送快递太有面子了。好。继续干活，月底大家的工资翻倍。怎么样？公司活了，没想到吧？哼，一定暗中有人帮你。你想一下，如果开着一辆劳斯莱斯给你送快递，你会不会很有面子？哗众取宠，成本太高，坚持不了多久。不重要，乘风活了。爸，您是城市的副董事，现在奶奶住院了，城市不就是你说了算？对，乘风快递继续交由若雪打理。雪儿呀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，再创辉煌。你放心吧，爸。你们父女俩真是不害臊。来人，把这个无关紧要的屌丝给我撵出去！敢！老太太不在，我就是城市的天。长军，我的儿啊，你想逼死我是吗？奶奶，您病好了？我一直都没事儿。您又骗我，害得人家好伤心。我要是不装病，怎么能看到你们的本事？又怎么能发现成军的野心呢？我宣布一件事，从今天开始，程家家主之位让给清雅。奶奶，你偏心！你给我闭嘴！撤出程若雪在程家的一切职位，禁足1年。妈，若雪是您的亲孙女啊，小娘养的，没有规矩。还有你，逐出董事会。从今以后，程家的大小事不许你插手。妈，您再想想，我可是您的亲生儿子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奶奶，这责任太重了，我怕我干不好。不烦，珠联璧合，相敬如宾，必成大事儿。谢谢你啊，我都听助理跟我说了，要不是你把我从酒桌上抱回来，我怕我就……哎，不说这些了。其实我也是穷胆大，事后我吓得要命。对了，那个奶奶康复了，你之前说奶奶康复了以后，我们就离婚。你记性挺好呀，明天我们就离婚。喂，不凡，快来广场，你爸快被人打死了。什么？叶老师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欺负人，
我跟你拼了！敢跟老子抢舞伴，你个群里！爸爸，怎么了？欺负人！我和你无冤，跳得好好的，他拿把抢走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抢了，欺负人你！孙叔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何必？什么老朋友？我跟他是老朋友啊！他的退休工资是多少？我的退休工资是多少？不在一个层次。跳舞也分369的。哪儿不讲层次啊？你爸爸是工人退休，我们是干部退休，不是一个圈子，别往圈子里面挤。做人怎么了？受你的气！算了，老爷，我先陪他跳一曲，下去陪你跳，好吧？是，我今天把你抢回来。算了。爸，咱走，别让人看笑话。想走？不可能！你跪下认错，否则别想走。孙叔，不至于吧？我儿子就在路上，他要来了，那可不是一个头的问题了。算了，老孙，你让他走吧，我陪你跳舞去。站住！动了我爸就行。给。那你可来了，就是这父子给我来来逼逼的，听着这个老头老给我抢舞伴。你好，我是……你他妈谁呀？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也不能随便打人吧？你去打听打听，在这江城，老子比天王老子还牛逼。不凡，别说了，你惹不过他的。他可是程氏集团的人事部经理，在这跳舞的好多老头老太太的儿女啊，都在他手下上班。程氏集团，我还以为有多牛。不凡，走，这是我的错，咱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让你蒙羞了。站住！谁让你们两个走？滚过来，跪下磕头道歉，顺便把我爸他老人家的鞋给我舔干净。老爷啊，这下不牛逼了吧？谁让我有这么好的儿子了？我听说你儿子在外面跑外卖，今天你们爷儿俩好好的表现表现啊，让我儿子一高兴，把你儿子招到程氏集团当保安。程氏集团的保安，那可比跑外面的狗可要强多了。没错，叶不凡，这样吧，你给我舔，你爸给我爸舔，来，好啊，我舔。不凡，你快跑吧！上次听我女儿说，有个人看了她一眼，没几天都瘫痪了。无疑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叶不凡，你完蛋了！我保证明天你会出现在太平间。是吗？你信不信？我马上把你爷俩一块送进去。老爷，你儿子是疯了，你赶快道歉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对不起，我儿子娶不上媳妇儿，是精神上有我的问题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，我这给你跪下来。爸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！你放心，你以后不用跟任何人下跪了。不是，你不敢动手呀，我是想保你的命。对不起，老孙，我以后在广场舞圈里消失，我把老吴拉黑，永不联系。哟，你这当爹的求生欲还挺强呀，但是你说的话设身处下，得证实一下吧。这样，你从我爸的胯下钻过来，证明一下。我钻。爸。上班时间笑什么呢？程总，你看这广场圈老头玩挺嗨呀。不凡，助理，怎么了，陈总？现在带几个保镖跟我去一趟广场。还要带保镖？你哪那么多话？好，我现在去。我钻。你不信你亲儿子吧，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。我相信你，可我不能让你跟我一起受辱呀！爸，你快起来，看儿子堂堂正正收拾他。呀，老爷，你不钻了是不是？那你的麻烦可大了。孙主管，听说您找我，好好管管你妈，我爸看上你妈了，别那么不识抬举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说他。妈，你怎么回事呀？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只能跟孙叔跳舞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呀，
女儿啊，你不知道这老孙等手脚不干净，还摸我。行了，矫情，还当自己是大姑娘呢，摸一下又不会掉块肉。孙叔条件多好，多少人上赶着接孙叔，他还不要呢。你是无一女儿吗？那么多屁话。你就是老叶家那个送外卖的儿子吧？你家打什么主意我会不知道？让你爸勾引我妈，然后骗我妈的养老金，好给你自己娶媳妇儿是吧？你这什么逻辑？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让你爸离我妈远点。孙叔，我妈嫁给你，我放心。还叫孙叔呢？爸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一家人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家人了。爸，你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关键你什么呀？人家家大业大，咱斗不过别人。只是我心疼你无疑。老孙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家暴男，你无疑这日子以后怎么过？爸，只要你喜欢，儿子帮你办。叶不凡，你死定了！看见了没？程氏集团的人来了，肯定是来帮我。你确定是帮你？不是帮我的，难不成是帮你的？我孙南面府的董事长亲自。儿子，这下完了，他们老板都来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打我干嘛呀？滚开！不起眼的东西！儿子，快点！这女的好凶啊，会不会打你？老公，咱们回家吧。老公，这位是我爸。爸，儿媳妇来接你回家。走，我回家。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有点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老公。助理，把他赶出公司，下封杀令，任何公司敢用他，就是与我们程氏为敌。是。董事长，饶了我吧，董事长，董事长。哎，昨天谢谢你啊。嗯，我爸说啊，他儿媳妇儿什么时候回我家吃饭？他说儿媳妇儿可好了。跟你爸说，你儿媳妇是假的，明天就离婚。奶奶还没好利索呢，现在要是离了，奶奶再抽回去怎么办？是呀，那要不再推迟几天？推迟几天，几个月都行，推迟越久越好。什么人？敢闯陈氏？清雅，好久不见啊！林浩，哎呀，我家清雅还是这么好看。你先出去，没有我的吩咐。清雅，我这次来不知谁是你叙旧的。听说你们城市房产要开业了？没错。清雅，城市房产旁边可是我们林氏的一品居，两家离这么近，你觉得城市有机会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林氏这次派我来给你们打擂台，两家同时开业，相信林氏的实力，你们城市一间房也卖不出去。林浩，林家答应过我们不会在同一天开业的。如果你是我们林家儿媳妇，这些承诺是可以实现的。你想干什么？只要你乖乖做我的女人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我林浩得不到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汤炖了这么久，清雅一定喜欢。叶不凡，清雅小姐在里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站住！不凡，你给我等着，下次我弄死你！程清雅，城市公司等着倒闭吧！不凡，别追了，林家我们惹不起。没事，有我在。你不了解林家是怎样一个存在，他要是想灭了我们程家，我们连招架的力气都没有。明天开业，我们怕是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。小姐，不好了，林家出手了。完了，林家的房子明天开拍，他们4折销售。
要不我们也降价吧？林家家大业大，承受得起，我们不行。他们先加价，然后再搞垮陈氏，然后再低价收入，真是杀人诛心。没事，我明天陪你去，无论什么样的结果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的。走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喂，叶不凡，能听出我的声音吗？顾儿媳，没错，陈氏遇到麻烦了，想救陈清雅，来正当夜总会。是你们？林少，叶不凡这只狗来了。听说你就是程先生的老婆？没错。还听说你就是个臭送外卖的，以为自己攀上了女富豪，下半辈子就会一种无忧。不过你的如意算盘打空了，明天程清雅就变成穷光蛋喽。叶不凡，我看你还怎么活？我告诉你，林少弄死程清雅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如果你不想变成穷光蛋的话，也行，那跪。听见了吗？林少让你跪下来喊他爸爸，或许林少开心了，说不定就能放过陈清雅。没错，让我跪下，你们不配。叶不凡，你狂什么狂，装什么呢？谁不知道林家在大夏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还不赶紧跪下来学狗叫！本来还想给你个机会呢，你他妈不中用啊！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你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有陈清雅，早就被玩死。也是，看在咱们俩相识的份上吧，我也不希望你能过得这么惨。这样，你把我的脚一点一点舔干净，或许我高兴了，就可以让林少放过你。再说，你身手也不错，当林少的狗正合适。没错，舔呀！舔呀！你喜欢舔，你喜欢就舔呀！我是你们不知道的存在，再敢伤害清雪，我弄死你！啊！救我！老人家，救我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，老人家？快！医生，救人！我对不起奶奶，程氏败在我手里。清雅，相信自己，我们再坚持一会儿，一定会逆风翻盘。程总，我想，我知道你想去林氏买房是吧？对不起，程总，林家的房子太便宜了，我也非常需要房子结婚。我理解，没关系，你去吧，我都想去了。谢谢程宇。这还怎么翻盘呀？自己的员工都去对家买。亲爱的，你相信我，咱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哎呦，怎么程氏公司就剩你们两个？林少，这里也太冷清了吧！快抱着我，不然我感冒了。啊，抱抱抱抱！林浩，你少说风凉话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开笑话。程清雅，我记得你以前不这样，怎么跟了这个臭送外卖的，思维都变得低级了？林少，还没到最后呢，这才刚开盘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这还不明显吗？是个瞎子都能看出来，程氏公司呀要完蛋了。林少，你不是要给他们准备礼物了？哦，没错，来人呐，把礼物拿上来。爸，我不是你爸，别叫得那么亲。程清雅，如何呀？被亲人送葬的滋味还好吧？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你们跟林少在背后搞一些鬼啊！这哪有狗说话的份儿？爸，你说这程清雅要是完蛋了，这狗也有屎吃。
吃。估计是吃不上了。你们身为程氏集团的人，联合起来外人搞垮自家的公司，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？奶奶眼瞎，独宠你，跟了林家，程氏就是我爸说了算，这笔账谁算不明白？亲啊，我们不要跟他们说了，说不定过一会儿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了。还忙得不可开交了？嗨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呀！林少，你看他双谎话这副样子，脸不红心不跳的。这程清雅呀，没准就是被他这个样子骗了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要是有人来你这买房的话，我跪地学狗叫，认你俩做爸妈。行，不凡，你疯了！没事，亲，反正现在我们一无所有，不如大胆一试。认父母就算了，你们人品太差，还是认狗当父母。行，叶不凡，我先让你过过嘴。要是没有人来买房的话，程清雅要成为我的原物，你当我的狗。好，不凡，你放心吧，既然敢拿你作为赌注，我就有100%的把握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哎呀，你这地方啊也太难找了，叶不凡，来得太晚了吧，老头儿？你还说我呢？你把我送进医院，就丢下我不管了。还好护士小姐姐贴心的给我做了全身的检查，这才放我出来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当时要是不救你，你都快死了。不凡，她是谁呀？哎呀，这美女是谁呀？这可比护士小姐姐好看多了。这是我老婆。你有福气了。不是你们有完没完？从哪找的这个疯子？想故意拖延时间是吧？老头儿，他都这样说了，你不给他点厉害看看？不行，这老头看着好熟悉啊。估计是叶不凡请来的演员吧？不对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他。展示。好，进来吧。叶不凡，你这是从哪请的喜剧演员？你是要唱哪出啊？十面埋伏。完蛋了，我想起来这老头是谁了。唐老，请问您想好把清北大学建在哪里了吗？他是大夏国最高学府清北大学的校长。什么？想好了，就建在城市房产后山的空地上。不凡，你们城市肯不肯啊？当然肯，免费。清北大学建到城市集团的后面，那城市以后不就是最贵的学区房了？我们不但有大学，还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只要上了清北的幼儿园，清北大学都不是梦。这不可能！城市地产将成为超级学区房，房价飞涨，堪比京东，城市发。城市的房子我要9套，我要10套。不要急，一个个来。各位，我们城市房产还没有正式开盘，但是现在立刻开盘，30万一平，仅限2套。你疯了？贵了30倍，那不比京都的房子还要贵吗？太便宜了，我要！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！林少，别着急走啊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跪下学狗叫！我林家可是京都豪门，你敢？狗屁！你们家4折出售的房产，我已经找人买了一大半，全部1折出售，让你们林家房产卖出白菜价。从此住的都是工薪阶层，高端无缘。什么？估计啊，你爸该给你打电话了。哎，爸，你个畜生，张成林家的房产被人说乞丐都住得起，你在这坑做了什么？爸，我被人算计了。林家股价大跌，家业缩水了1半，你不要回来了。林家没有你这种子孙。爸，不要！不凡哥哥。和你妈赶紧滚出江城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。你干什么？我是清雅的爸爸，你得叫我岳父。你宠妾灭妻，必遭天谴。我不会动你，为了让你看着清雅一步步步入云端，而你一无所有。以后你们谁再敢伤害清雅，我叶不凡灭他9族。这小子干得漂亮！今天的逆袭改变了林家在京都的格局，让陈家一夜成为京都叫板的家族。
知道这小子厉害，但没想到这么强，跟开挂一样。家主，要不要调查叶部门的背景？是要查查，但要秘密进行。是，家主。哎呦，这里再使点劲儿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！累坏了吧？那些房子全部都卖出去了，到最后那些人还不肯走呢。程总厉害，创造了房产销售记录。现在啊，江城无人不识程清雅。要不是你呀，我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。哎，你和我说实话，你真的只是一个外卖员？当然了，送了好几年呢，你不信自己去查。可是我总感觉你不太一般。哪里不一般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感觉你那里挺肿，想帮你捏捏。我这里不是肿，是大。啊，你流鼻血了！哎，傻子，和自己老婆有什么不敢的？现在咱们程氏集团的房产都卖爆了，要不你去新公司的装修设计部上一下班，实习一下吧。可以啊，活到老学到老的嘛。不过那边没人认识我。放心吧，没有，你自己别说漏嘴了就行。知道了。小胡，他妈的，刚才听程总说，设计部主管的位置有人了，来的还是一个新员工。新员工，可新来的就想骑在我们头上，门儿都没有。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放心吧，程总。刘总，我说了，这主管位置是我弟弟的，这现在怎么回事嘛？哎呦，宝贝儿，你的身材可是越来越火辣了。讨厌，人家跟你说正事儿。你放心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很快我就会让他滚出公司。设计部这个地方，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。真的，刘总，你对我真好。设计部应该就是这里吧？我是咱们设计部新来的主管叶不凡。咱们这个部门的总监在哪里？谁啊？在这大呼小叫的，还有没有纪律了？总监就是这个人，他说他是主管。您就是刘总监吧？哦，我向您报告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个办公室，还有位置吗？程总说咱们设计部缺人呢嘛。你他妈的搬出来程总吓谁呢？哎呦，程总，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正在给新人安排位置呢。我记得你旁边的办公室不是还空着吗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去那儿办公。小子，还真拿自己当角儿了。看见那个拐角了吗？坐过去。刘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跟您一样也是主管，我又不是员工。这种独立办公室是给领导做，你一个新来的员工，何德何能，能配得上这样的办公室？滚过去！哎，小子，设计部老子说了算，我这里不养闲人，胆敢犯一点错，就给我滚蛋！哦，好的。坐吧。哎，总监，这么乱，怎么办公啊？你是残废吗？不能打扫？操！太乱了。你是新来的，我是部门经理。啊，经理您好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之前干什么工作的？之前没什么。连工作经验都没有的废物，跑这儿来干嘛？不过我学习能力比较强，这些东西我一学就会的。来这儿是让你来为公司出力的，不是让你来学习。废人一个，还想当主管，没睡醒吧？
那这样吧，您先去忙，我自己学习一下。学，你学个屁学！现在下楼去给我买杯咖啡，记住不要糖。哦，好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这个新来的在上班时间私自跑出去。上班时间谁让你出去的？这李经理让我帮他买咖啡。放屁！谁说是我？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本来就不是我要买。30块钱，你刚让我买，现在又不要了，钱给我。30块钱你都问我要，没见过钱吗？穷逼！看，是他让我买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敢耍我？行，我不管是怎么回事，我看见你上班时间私自外出了，这个全勤奖没了。凭什么呀？凭我是总监，而你只是一个臭打工的。我听别人说你什么都不会，我这儿不养闲人。你这做的东西也都很一般啊，我2下就能做出来。小子，吹牛逼不打草稿。我这里的员工个个都是高材生，他们会的够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完。要不了那么久，下班之前我就能做出来。听见了吗？这可是你说的，要是做不出来，就给我滚蛋！喂，老婆。马上下班了，一会儿出去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一会儿再说吧。今天工作太忙了，我可能得加班，晚上应该住员工宿舍。你刚来第1天，能加什么班忙什么？不去拉倒吧。小子，马上下班了，什么时候滚蛋？马上。哎，真是太好了，又少了个傻逼。做完了。李经理，这么快做完了？叫什么呀？下班不让老娘清静。你看看，这是我做的设计图。什么玩意儿你就做完了？这废物做的还真不错呀，这就更不能留他了，不能让他抢了我的饭碗。做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简直就是一坨屎！这不是按照咱们的要求做的吗？放屁！这设计图你要不是说是你做的，我还当是狗做的，条理不清，胡编乱造。那我再改改。改个屁改！收拾你的东西赶紧滚吧，看见你我心情不好。哎，你不是做的快吗？把剩下这几个方案都给我做了，周一交给我。明儿后天不是休息吗？周一我怎么可能做得完？做不完，做不完就滚蛋！休息天不能加班吗？你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办公室里做。终于做了。喂，老婆。你去了公司3天没回家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不是刚来工作吗？所以任务比较重，我一直都在加班。哪有这么多工作要做，还非要在周末加班？领导呢，可能一开始也是想考验一下我。你放心吧啊。哎，今天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废物！我这就把你的设计图全部都删了，看你周一拿什么奖。喂，刘总，全部搞定。现在办公室没人，你过来吧。宝贝儿，我可想死你了，马上就到。谁？给我滚出去！我回来拿个东西，没看见。滚！刘总，这怎么办？这小子要是敢说出去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
宝贝儿，没事儿了，来，我们继续。讨厌。张总，我今天呢特地来表扬一下李经理，你这个原创设计图呀做的非常不错，这个月的奖金翻倍。谢谢程总，这都是您带领的好。下面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这次的设计稿。哎，程总，那个分享就不必了吧？那怎么行？这么优秀的设计作品，当然要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。来，程总，这个图是我做的。李经理，怎么回事啊？放屁！你是看见奖金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在这乱造谣。这不就是我周五你说做的不好，让我拿回来重做的吗？行，那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你做的呀？这原图还在我电脑里。奇怪，有人动了我电脑。怎么回事？程总，我电脑里这个原图，还有我这个周末加班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，有人动了我的电脑。小子，你做梦还没睡醒吧？就是，自己不想做，你干脆就不做了，随随便便编个理由出来，你看谁信啊？对，程总，这种人留不他，才来了没几天就学会偷奸耍滑了，以后还了得？就是，我傻，周末我回来拿东西，是刘总监跟李经理在这里，一定是他们动了我的电脑。你想死啊？在这诬陷我？哎呀，程总，我不想干了，这现在一个新来的都能诬陷我的清白了。不凡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老婆，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你有证据吗？哎，你去查监控你就知道了，他们两个绝对来，而且我这2天加班都是他俩安排的。确实不对劲儿，哪有让新来的在休息日就加班的？你先回去，等我调查清楚。好。我已经对叶不凡做出了批评，现在让他先回去了。刘总监，我希望你以后能管理好你的人，我不希望这样的争端再次出现。是，常总。陈总，根据设计部员工的问话，确实是刘总监和李经理搞的鬼，在监控拍到他们一前一后进入了办公室。很好，你去通知他们，明天在帝豪酒店吃饭。是。程总邀请咱们去吃饭，我怎么觉得我离顾总的位置是越来越近了？哎，刘总，那您升了副总，可别忘了人家。哎呦，放心吧，宝贝儿，等我升了副总，这总监的位置自然就留给你了。这最近还真是顺利，既解决了那个傻子，还能升职加薪。这人怎么还没来呢？不是叫人吃饭呢吗？叶不凡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受人邀请过来吃饭，你们俩怎么来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你这种穷小子能来的？滚出去！真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包厢可是程总专门邀请我们俩过来吃饭的。巧了，我也是受程总之邀过来。什么？这小子不会给程总告状吧？告了状又怕什么？咱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。叶不凡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现在出去还来得及，要不然程总来了，撞见了，伤了点，可就不好看了。凭什么我走了？他说的不错，该走的人呢是你们。哟，程总，不是你今天邀请我们来吃饭的吗？啊，我说的可能不太清楚，不是走，是开除。啊？开除？不是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开除我们？难道是因为这个废物？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能有什么误会？
你们口中的废物是我老公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就算是你老公又怎么样？那我们还是公司的老员工呢，也不是你说开除就能开除的。哎，没错，我们让他加班做设计图，也是为了锻炼和让他学习。你不会因为这个记恨我们吧？好，那我就让你们死得明白了。我这周末回公司拿的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我这几天在公司做的所有的设计图，里面的文件时间证明了一切。可是我电脑上的文件却被删除了。通过公司的监控调查，这个周末去过公司的除了我，就只剩下你们2个了。还有你们俩在公司做的那点破事儿，真是有损公司的风气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程总啊，你看在我为公司工作10几年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啊！你给我个机会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呢。是啊，程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程总，都怪这个骚货，是他勾引我，让我诬陷他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还敢打我你？我怎么敢打你？你干什么？你别动！行了，还不赶紧滚出去！别在这碍我的眼。老婆，谢谢你。你还装呢？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啊！那2个人还不够你一只手打的。快吃菜吧，你看你这2天加班都忙瘦了。我给你定个规矩啊，以后不管工作再累，都不能在公司加班了。好，那我怎么回家呀？我接你啊。你接我，那别的公司同事看到了，不就都知道总裁是我老婆了？你还嫌我丢人？不是，我是怕别人不跟我玩了。你是清雅吧？你是？我是黄强啊，小学想起来没？啊，我想起来了。清雅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我上班。上班啊？哦，对了，下次有几个要好的同学聚会，在龙腾酒店，你一定要来啊！好，我一定来。你同学应该不知道你的事儿。估计不知道吧？哎呀，同学之间没必要计较这些的。估计要是他知道了，得被吓死。我有那么吓人吗？你们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跟着我。少爷，我是京都叶家管家。叫我少爷干嘛？少爷，您是知道的，叶家有个规矩，合辈继承。您的父亲叶天是没有资格继承叶家的，您的爷爷20年前归隐，所以才造成京都叶家无人知晓。现在您已经成系，要继承叶家呀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跟我父亲过的什么日子，你们知道吗？被人看不起，被人欺凌。那个时候叶家在哪里？这些叶家都知道。可是少爷，您需要历练呀，所以现在我好就来找我。如果我是个蠢材，爷爷还会让我继承吗？老爷子让我给您带话，程思雅小姐她很小，如果您继承叶家的话，程家可以晋升成京都豪门。这老东西是抓了我的把柄。好吧，我成就。10天之后，叶家重启，将在京都举办慈善大会。慈善大会就是您出山之时。少爷，这卡里的钱您尽量放。这辆奔驰，您作为代理工具。不凡，今天中午那场同学会，你陪我去吧。好啊，不过我下午有点事儿，你先把定位给我呗，我晚点过去。好，那我先过去，你不要迟到。今天就开这辆车去吧，
不能在清雅同学面前丢面子。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龙腾酒店。好，谢谢。对吧？我才知道黄强是你前女友李娇娇的现男友，要不我们不去了。李娇娇？哦，那是我以前厂里的同事，我跟她什么都没有。可是黄强说的好像很严重的样子，我怕他们伤害你。哎呀，老婆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咱们进去，没事。等等，这手里拿的什么钥匙啊？我看看，奔驰。你这……这不是参加你那个同学聚会吗？我买的打火机，装逼。好，等一会儿聚会完，我给你买真的。走。哎呦，清雅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么长时间不见，还是那么迷人啊！你注意点，我老公在呢。哟，你不说这是你老公，我还以为是条狗呢。你说话注意点，你再这样说我就抽你了。哎呀，清雅，别生气，我开个玩笑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可听说这个叶不凡是个送外卖的。清雅，你可别被他骗了。来呀，您展开讲讲，我能骗清雅什么？谁知道你们这些底层人心里想的这些都是些什么呀？我不靠我老婆的帮助，自己工作挣钱，人不能勤快点。我可告诉你，今天这在座的那可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还自己挣钱，就你挣的那3分5毛，自己都养不活，拿什么养活秋雅？我不需要我老公来养活我。叶不凡，听到没有？人家清雅不需要你挣，你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废物。老公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知道，我亲。啊，对了，我记得清雅还不会开车吧？那你们今天是怎么过来？不会是打车过来的吧？清雅自己先过来的，我开车来的。你还开车？你开什么车？卡丁车还是低板车？真是笑死我了！看到没有，最新款的保时捷，今天这在座的随便一辆车，你打工一辈子也买不起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呢就蹲在这桌子下面，等我们把这桌饭吃完了，给你倒了你再吃，怎么样？你们太过分了，咱们走吧。亲，走。好啊，那就让你们看看奔驰。不凡，你别闹了，开什么玩笑呢？我没闹。叶不凡，你要是能开奔驰，我早就开飞机了。清雅，这不会是你给他买的？我没有。走吧。我劝你，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装逼，装逼过头就成傻逼了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晚了。哎呦，强哥来了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叶不凡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娇娇，你认识？亲爱的，他呀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穷逼前男友。那还不错，现在在我们的同学聚会上都能遇到你的同学了，真是晦气！看到他呀，我就吃不下东西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恶心！强哥，你有所不知啊，现在这姓叶的可是清雅的老公。什么？什么女人这么傻，瞎了眼才能看上他？你再乱说话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清雅，不好意思，你别生气。原来正主就在这儿呀，我还以为什么人物呢。我可告诉你，他上学的时候就是这穷酸样，毕业了连50万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还想娶我，纯纯的废物。行了，你闭嘴。清雅可是公司集团的总裁。什么？原来是当上小白脸了呀！你闭嘴，再乱说话就给我滚出去！你打我？那我不说了。清雅，
你好歹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怎么能跟这种穷小子在一起？黄强，我和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过你也挑挑嘛。你看看人家陈震，现在也已经是公司的高管，追了你那么多年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和你没关系吧？和我没关系。哦，对了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呀已经荣升公司集团的副总裁了。哎呀，恭喜强哥啊！以后还得强哥多多照顾。好说好说，我刚才大老远一进门就听着什么奔驰什么的，现在是谁这么发达了？清雅，是你不？哎呦，强哥，你可错了，刚才啊是叶不凡说他自己开奔驰来的，人家亲眼都说了不是他买的，还在这装呢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你买得起吗你？反正这车肯定不会是这桌人的，我就拿它来打打叶不凡那个废物的脸。那辆车呀，是我们的，他呀太低调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的。哦，那你把你的钥匙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你敢怀疑我老公？就是，你说你要是靠着清雅买的奔驰，我还信。你说你自己挣来，吹牛逼现在也不打草稿了啊？还敢让强哥拿车钥匙，你配吗？我的钥匙就在桌子上。不凡，不要再拿打火机充钥匙，你装什么装啊？他这种底层人呀，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真是什么牛都敢吹呀！不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吧，你把你的钥匙拿出来，我们看一看我们两个谁的钥匙能把车按下。只有你这种买不起的穷鬼才需要正面，我们可不需要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你让我给你正面？还敢和强哥赌啊？你拿什么赌？拿你的命吗？你配吗？抱歉，各位打扰一下，外面有一辆奔驰，不知道是哪位先生的，需要挪下车。叶不凡，赶快把你的打火机给经理。不应该让黄先生先把钥匙给经理吗？哎，黄先生，经理都站了这么久了，您快把您的钥匙给他吧。奔驰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这个穷鬼的不成？我强哥已经把真车钥匙拿出来了，叶不凡，我劝你赶紧滚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是你怎么就确定他拿的那个钥匙是真的呢？万一他的是打火机呢？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经理，拿着这两个钥匙下去挪车。不凡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好戏开场，看你们装的什么。已经用完了，待会儿各位雅兴了。经理，这两个车钥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打火机？是的。先生，这是您的打火机。我说经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打火机怎么能是强哥的？没有搞错，这位先生刚才给我的就是一个打火机，钥匙确实是这位先生的。先生，这是您的钥匙。谢谢。哎，我说你啊，黄先生，这个你既然没有奔驰的话，就不要拿一个打火机过来冒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叶不凡，你别得意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肿脸充胖子。多了一个车有什么了不起？还有你但凡真的有一辆奔驰，我们用得着这么丢脸吗？你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我至于拿个打火机装车钥匙吗？现在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，赶快跟我走。叶不凡，租这一辆车也不便宜，看你这表演熟练度，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不去这。算了，这同学会以后不参加也罢。不凡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哎呦，清雅，饭还没吃呢，着什么急呀？你哪来的钱买奔驰啊？唐老你忘记了，他的车多，我就随便借了一辆，没想到今天就派上用场了。你鬼点子还挺多的。哦，对了，帝豪酒店今天有个珠宝展，我好久都没买首饰了，你陪我去逛逛。好啊，走。你先进去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好。欢迎先生，是来挑珠宝的吗？对，我先过来看看。
先生好眼光，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价值500万，不过只斩不卖。只斩不卖？如果我要是掏出超过1倍的价格，你们也不考虑开张？先生说笑了，这1000万买个珠宝，一般人家确实消费不起。我当是谁呢？还出1倍的价，真不怕分大傻了舌头？就是，说话又不用你们掏钱，这珠宝店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呀？又是你们2个，太巧了。巧什么巧？我看见你就恶心，你还真当自己是哪家的阔少？这家珠宝店呀，随便一件都几十万起步，你不会又想租一个拿出去装逼吧？我看上次同学聚会的教训你是忘了。老公，你看他这臭小子，之前花钱租辆奔驰在同学会上装逼，今天又说以1倍的价格购买这里的珠宝，你觉得可不可信啊？你那个有钱的女朋友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她要是来的话，或许你就不用掏钱了，毕竟你这种只能靠女人的废物也成不了什么大事。我要是自己能买得起，你要是自己能买得起，就从这里爬出去。经理呢？小姐有什么吩咐？哎呦，原来是强哥来了。经理，你们这珠宝店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？我马上安排人赶他出去。哎，慢着，我是过来买东西的，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？就你这点 C 啊，我们这儿的东西都几十万起步，把你卖了都买不起，赶紧滚！我买不起，他们就能买得起吗？这可是强哥，皇氏集团的副总裁，买下我们整个店都绰绰有余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这么穷酸呀？就是，你睁大你狗眼睛看清楚，我们买不买得起？老公，我想要这个，看多好看呀！好，不是说好了就100万吗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你要是不给我买，多丢人呀！我就要这个。那强哥，那就这个呗，我去包起来。快去包起来吧。叶不凡，你选的东西呢？快买呀！我选的东西在这儿。那可是镇店之宝，只斩不卖的。叶不凡，我看你是早就知道这是镇店之宝，只斩不卖，所以故意选的它吧？我刚才说过了，我买这个会付2倍的价钱，你们也考虑不卖？臭小子，这项链可值500万，2倍就是1000万。要不是清雅给你钱，我看你是打工8辈子都挣不到这1000万吧？我自己啊，真拿得出来。你要是能拿出来，珠宝店随你拿走。好，你说吧。刷卡。叶不凡，我发现你现在真的是装逼装的炉火纯青，脸不红心不跳的。要不是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真的会被你给骗了。我的卡已经拿出来了，2位的卡的。我估计啊，你们卡里连100万都拿不出来。亲爱的，你不会真的连1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反正这个小子不可能拿出1000万，先把这个面子顶上。拿去刷吧。去刷卡吧。刷卡成功，刷卡失败。听到了吧？我们可刷卡成功了。为什么刷卡成功的不是我？1000万又不是100块，哪那么容易刷出来？保安，嚷嚷什么呢？哟，刘总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这儿刚进了一笔账，是从你这儿进来的，所以我来看看是谁买的珠宝。是这位王强，他是皇氏集团的副总裁。哎呦，黄总啊！哎呀，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啊！哪里，为了女友，这都是小钱。看到没有？1000万对于黄总来说，那就是个小钱呐。刘总，应该是199万吧？什么199万？整整1000万。刘总，如果是1000万的话，那可能是其他人付的。不是黄总，那是哪个富豪？是你。这样子，刘总你认识？当然认识了，外卖员叶不凡。哎，他打小呀跟我一个院子的，他爹叶天
也是个废物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父子俩都是废物，还说自己有钱。我看啊，这1000万不知道是从哪偷的。这钱是我自己的。别在这狡辩了，废物东西！清雅跟你在一起真是瞎了眼。你先打住，我就想知道你刚那199万到底是不刷还是没刷？你管我刷没刷出来呢？你要是没钱，就不要来这种地方消费啊！你说你怎么回事？连199万都拿不出来，亏你还是副总裁呢！他妈了个巴子，你个贱货！让你别超过100万，非要买那么贵的。你又打我，我不管，我要跟你分手！佳佳，佳佳，哎，清雅怎么还没回来？不好了，我在厕所听到我弟弟的声音，还有一个女的的尖叫。娘的，你这弟弟又精虫上脑了啊！整天没事给我惹事儿。女未升迁在哪？你谁呀？在哪关你的事？你个贱货！程家大小姐又怎么样？我要让你看看我第3条腿的厉害！你敢动我，我让你在家上活不下去！你还敢威胁我？老子现在就把你办了！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样让我活不下去的！我没事，我现在去打电话叫人，你小心点。小逼崽子，坏我好事，他妈打死你！都是垃圾！姐夫，住手！姐夫，帮我报仇！他妈的打我！看你干的好事，这是要坐牢的。好，放心吧，我让他后半辈子生活没办法自理。哎，看把你牛逼的，你也不看看这在谁的地方，敢这么撒野！刘总啊，你看把你弟弟打的，这要传出去，指不定别人怎么说你呢。放心，今天让他走不出去。是吗？我看谁敢！程总，程总？什么程总？就是你在哪个夜总会认识的小姐啊？哎呀，这是程家的大小姐程清雅，程总。那个废物，还不赶紧跟程小姐道歉！什么程小姐？等老子把她上了，她就乖乖听话了。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你个傻逼！程小姐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您饶了她吧。来人，把他带走，打断他所有的，记是所有。是。师傅，这人救我！刘总怎么办？想什么办我想个屁的办法！他这是自作自受。还有你，滚！你怕我？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些人干的丑事全抖了出去？你敢？程小姐，救命啊！程小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带走！程小姐，是我管理不当啊，您受惊了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别以为你帮了程小姐一次就能攀上程家，你赶紧给我滚过来，咱俩的账还没算清楚。是吗？他是我老公，你要跟他算什么账啊？没事儿，要是您没什么吩咐的话，我就先滚了啊。好好的帝豪酒店被你管理成这个样子，真是丢我们江城人的脸。老公，刚好我们集团也没有商场这个业务，要不收购了他们的商场，我们自己管理。听你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收购，你们全部被开除了。刘总呀，带着你的旧部下赶紧给我滚蛋！程总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这还要养家糊口呢。你天天在商场里作恶多端，四处留情，你养他们家糊什么口？还不快滚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以后帝豪商场就归咱们管了，你来管理。是，老板。喂，奶奶。马上和叶不凡回家，出大事了！好的。不凡，回家，出事了。
奶奶，怎么了？该来的总要来。清雅，你要闯京都了。京都，江城是个小地，要在大夏立足，就得在京都扬名立万。我和你爷爷奋斗了几十年，也没有闯入京都啊。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一定不负众望，一定让我们程家在京都闯下一片天。你妈妈来信了，你和不凡一块儿去，就住在你妈妈家里。我可以见妈妈了。是吗？不凡，你要照顾好清雅。哟，妈想死你了，妈，来见见以后爸。亲雅。爸。哎，对了，妈妈，这是我老公叶不凡。听说了，听说程家已经破产了。怎么？程家没落成这个样子，让你嫁给一个送外卖的。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林公子告诉我的，在京城已经都传遍了，说林家把程家的房子收购了，说程家已经破产了，说已经没有钱了，嫁给了一个送外卖的。这不是反了吗？领导也太没有脸了。算了吧，反正京都本来就看不起小地方来的人，我们还是装穷吧。你们嘀咕什么呢？你们随便看啊，我去弄饭去了。估计啊，在江城再也看不到像京都这么豪华的房子了。江城来的程清雅是吧？小城市来的没规矩。不是，我是看你首饰乱了，帮你收拾了一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么贵重的首饰没见过，想偷是吧？早都跟妈说了，不让你们住进来，没想到刚进来就偷。怎么了？站住！偷了东西就要道歉。我真没偷。好，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哪有那么容易？给我跪下道歉！哎，过分了啊！怎么说话呢？清雅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姐姐。什么姐姐？不过是小城市来的乡巴佬吧。准备吃饭啦，沈柔，有点规矩。滚出我的房间！你别生气嘛。我没事儿。我先出去一下，你先谈。少爷，慈善晚会安排好了。我这次来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清雅闪耀京都。明白，少爷。慈善晚会之前有一个拍卖会，拍卖会的奖品呢，就是慈善晚会的入场券。您可以和夫人小试牛刀。哦，对。为了方便您的出行，特意准备了大众徽堂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明天要先去参加拍卖会，才能拿到门票。好，京都人都这么有钱，明天我们不要应聘。放心，我知道，心里有数。今天可真热闹啊！整个江城都知道，今天只要在这场拍卖会上拍卖了东西，就能获得叶家举行的慈善会的入场券。叶家的慈善会，那可真是举世瞩目。可不是嘛！到时候现场都是大佬，能竞标价，那可是三生有幸啊！哇，真是气派的拍卖会啊！不知道今天能见识到什么样的珍品。对啊，大家都是来参加慈善会的，整个京都的大人物都会出席，这是江城不能比。咱们在江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，到这里倒成了穷人了。唉，就希望今天能捡漏拍下一两件珍品，弄到一张入场券，去看看叶家的实力。放心吧，一定可以。走吧。老某，你好，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。废话。啊！妈的，大发要饭呢！啊！
好意思啊。我操，你个穷逼，就300块钱，装什么呢你？你想要多少？你也不看看，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别人都是几千上下，你就几百块钱，装什么装？我还没见过参加个活动要给保安这么多钱。你们是从小地方来的，不是我们这，也难怪你这种乡巴佬没听说过。赶紧滚，别耽误我收小费。不烦，算了，要不咱们还是把钱给他吧。都说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我算是今天见识到。哼，你个臭娘们，怎么说话呢？不要以为你长得好看，我不敢打你。保安大哥，维护秩序辛苦了，这是1000块，你收好。等等，我有改变主意，你们不能进。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跟哪只眼睛看？不烦，咱们不进去，你把钱还我。别抖了，赶紧滚！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这俩穷光蛋，怪不得这门口的空气呀，都透着一股穷酸味。王少，您来了。来了2位不让进去。王少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穷逼就想混进去拍照发朋友圈装逼，就100块钱，哪有这种好事？北荣，怎么还有这种心情？你胡说，我们明明给了你1000。哎呦，1000块钱就让你这么有面子啊？亲爱的，你来。来，这2万啊，哪2万？请下面的兄弟们交。谢谢王少。看见了吗，穷鬼，王少给的可是2万块钱，你们舍不得吧？穷逼就滚远点，来什么拍卖会凑热闹？这里边随随便便一件拍品，几千万。几千万？几千万对于我们来说只是零花钱，对于你们江城小富豪，怕是一辈子都攒不起了。是吗？赶紧把钱还我们。哎呦，这钱你可别在意，丢不丢人？让他们进去吧。可是王少，我估计今天是有便宜拍品，这2个人只是想见0有1。到时候你稍微加一点价，你肯定买得起，一场入场券就拿不到，看我妈怎么收拾他。行，刚好占有乐趣。行了，让他们进去吧。好吧，王少。恒恒呀，不用谢我，我就是让你们2个进去办事。想看我说什么？下面进行下一件拍品。这件拍品是香珠玉镯，这可是女士的最爱，玉镯戴在身上能散发迷人的香气。本拍品起拍500万，每次加价不能少于100万，各位请出价。600万，800万。喜欢吗，亲爱？哪有女生不喜欢珠宝啊？但是这价太贵了，咱们还是等下一个吧。你说的没错，每个女人都喜欢珠宝，但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拥有这种好东西。亲爱的，我喜欢这个。好，1500万，1500万，王少出价1500万，真是豪气冲天啊！那么王少竟然会对国女胆小，成人之美，我放弃。1500万第2次，还有没有要继续出价的？1500万第1600万，160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1600万了。不凡，你疯了！买个珠宝你花这么多钱？放心吧，买回去一定会升值的。你个穷逼还敢加价，拿得起这么多钱？房我拿得起，我把房子卖了，要把做升值。亲爱的，那你700万，1800万。臭小子，你找死是吧？真是王少平，这个不是好买。不过我看王少也是不小心下价了。亲爱的，这个东西买回去一定会升值的，咱们可不能让他捡便宜。2000万，2000万，王少出价2000万了。这位先生，您还继续出价吗？恭喜王少多花500万拿下此拍，我放心。既然没人出价，我宣布王少以2000万的价格拍得这件拍品，
并赠送慈善会入场券2张。小子行呀，敢阴我？不敢，王傻，我只是突发奇想，公子。我知道你们都想捡到这张入场券，今天有我在这儿，你们别想拍到任何一些东西。一个靠卖房才有钱的穷逼，有妄想跟我套。大家静一静，主办方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件便宜的拍品。还没有入场券的朋友要抓住机会了，这最后一件拍品，清朝末年的黄缎被面，起拍价1万，每次加价不能少于1万。这也太便宜了，老许，拍下来弄张入场券也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5万、8万。废物，还不加价？是不想要入场券了吗？入场券势在必得，是吗？那我今天要看看补从我100万。顾凡，你别乱喊价呀，别为了一张入场券把咱们家弄没了。姐，你放心，相信我。这么个破玩意儿，居然去充100万，这小子是不是有病？算了，入场券是真贵，但也没必要花这么多钱买个破面子。咱们等等看好戏吧。110万，200万。废物，你那个破房子值200万吗？到时候拿不出钱，看你怎么收场。 210万，500万。爸，你又乱花钱。王少，千万别再加价，小心上了他的当。这块破抹布500万买回去，肯定要会被骂死。叶不凡，500万是你的极限了吧？这样，你把程心雅卖给我，500万我送你。不凡，姐，不用你钱，我有钱。真是笑死我了！为了一块破抹布，把程家玩破产。500万，成交！大家都别走啊！看看这个傻逼是怎么承受的。 他肯定没有那么多钱。这位先生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既然您出价500万，那就请不请罢。如果拿不出，您可要想清楚后果。不凡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程心雅，你陪我睡1个月，500万我掏了。王少，你把人家放哪里了啦？哎，你是大的，他呀只是个玩具。闭上你的脏嘴，耍耍。还在装逼。 到时候你怕是要求着王少上你的女人。不可能，这个废物怎么会有500万？没想到这江城小豪门还挺阔气。你不是说他没钱吗？让我怎么玩程心雅？看来他们对江城程家不太了解。京都看不上小弟，他们认为小地方的豪门最多只有100-200万。恭喜这位先生！ 您真是我见过的最豪气的小豪门，花500万买这么多东西，谢谢。说你是从哪偷的钱？是不是从我们家拿的？你管我钱哪来？反正不是偷的。王少，不是说好了让我拍不到东西？小子，花500块钱买个清朝的裹尸布，就为了一张入场券，你还真是裹尸布？你眼界也太低了！怎么，你还感觉自己捡到宝不成？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傻？花2000万买一个后期杀猪的破壁，那块背面在何处？果然如此。这位是文物鉴定专家古大师。古大师，您说的真的是这个破背面吗？没见过世面，什么破背面？这是科斯托罗尼经背，是一种只有梵、满、蒙、汉4种文字经文在上面随葬品。那这件东西很值钱了。是，清朝皇帝都信佛，他们相信死后身披经文的缎被，可以减弱恶念，受佛庇佑，进入轮回世界。看这上面都有佛家的经文，看这图案的规则，属于皇家之物，这是只有清朝皇帝才能够用的缎被啊！那这得值多少钱？最起码值1.5个亿。1.5个亿？刚才让你加价，你不加？王少，我又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么值钱。这位先生，可否将这些珍品出让于我？我出价2个亿。
我已经拿到了入场券，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多谢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这位小姐花2000万买了一个玉镯，那还真有钱啊！50万的东西花了40倍的价格。让我白白花这么多钱买这个破玩意儿！皇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。走。这位先生，我现金只有5000万，不知可否用我这天珠手串相抵？天珠手串，吴大师，您这串手串最起码也值1.3个亿啊！您这也太下血了！手串利再盘，我错这次，我就要后悔一辈子了。那可以啊，那先生就将天珠手串交给我，剩下的钱就不用付。万万不可！那就如先生所说，你再补2000万。这个手串你先拿着，钱我稍后打给你。我在下就不便久留了，告辞。叶不凡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感觉你好厉害。我是你老公啊，那送外卖的小屌丝。不像，我感觉你像大户人家的少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啊。那是因为我以前送外卖的时候啊，总喜欢看一些邪乎的书。当那个裹尸布，我以前就看过他的故事，没想到今天就用上。你意思是我读书少了呗？我可没说哈。行了，咱们差不多回去休息吧，过2天还要参加夜间。咱们一共有5张入场券，你打算怎么用啊？都听你的吧，反正咱们在这边也没什么认识的。那我想带我妈还有我后爸去见见世面，他们好像在京都混的也不太好。都听你的。本来啊，成家房产打败了邻家，结果来了京都这边传的消息都反了。林家也是要面子嘛，要是传出去，他们被一个小城市的豪门给打败了，他们还不混吗？不凡，你知道我妈妈一直不太喜欢你，但是你别生气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我怎么会生气呢？钱对于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，唯有你是最重要的。哟，我在外面就好像听到有人吹牛皮的声音了。我还以为我们清雅呀找到了什么样的挺好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？我也不想来，我一看到他就兴奋。你后妈让我告诉你，给我们弄几张慈善会的入场券。入场券我们已经弄到了，还是我们清雅有本事。刚到京都就搞定富豪了，告诉我是哪个富豪给的？啊，不是，是不凡，他在拍卖会上买了东西，人家主办方送他的。是这个屌丝啊！几张票？5张。我听说要消费100万才1张票，难道你们消费了500万？是人家拍卖行后面拍了一些便宜的东西，都送了我去。我就说嘛，这程家是江城的小豪门，其船夫加起来也就500万，怎么能买得起高价的入场券？既然我们有了入场券，清雅，那你不妨陪着妈妈去逛一逛，给妈买些衣服，到慈善拍卖会的时候妈妈穿上。哎妈，我这突然有点累了，要不让不凡陪你去逛？让他陪我去，还不够嫌丢人的呢。啊，没什么，那个我陪你去。您今天看什么？哦，这从哪学的这个大款说话的声音？我倒要是看看你今天给我掏钱的速度。哎，不凡，辛苦你了。我只是想让你给我妈妈留下一个好印象嘛。今天你多花点，千万别省钱。行吧，那你休息吧。你磨磨唧唧干什么呀你？妈，我刚拿了点东西。你的车呢？哎呦，就这破车呀！我那朋友的女婿开着的是奔驰宝马，你这开着一个破大众。妈，这是灰尘。这别心疼啊！你要有个买豪车的能力也行啊！真糟心！你不对，快给我开门！你不认识豪车就算了。还没出门呢，就这么糟心。
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种档次你能买得起吗？玉龙商场也不是所有东西都那么贵。行啊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给我能买得起什么。哟，这不是我的老朋友老李吗？哟，老黄啊，你也来逛逛啊？逛什么逛呀？哎，我到这儿那可是来买衣服的。外面那些小地方买的衣服呀，根本穿不了，那一穿身体就过敏，也不知道是用什么破料子做的。哎，你来买衣服呀？对呀，我到这儿来看看。哦，这包养了个小白脸啊！我可跟你说，现在的小奶狗呀，那可不听话的很。别被骗了钱，到时候你好看。您说话注意点，我是他的女婿。女婿、岳母，真是好大的新闻呐！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女儿没有时间，叫她来陪我买几件衣服，怎么这话到你嘴里就……生气了？知道是你女婿，开玩笑。刚才呀，在门口停车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开了个破大众来的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哎，我们这群姐妹家的女婿呀，要么是公司的高管，要么是企业的经理。再看看你们，哎，这地方能相对得起吗？消费得起或者消费得起，行吧，总不要跟这种人说话，太恶心。穷逼就是穷，连说话都这么没大没小的，就怪你。要明显一点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他能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买完了赶紧走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这件衣服多少钱呢？这件衣服66000，能不能再便宜点啊？这是最便宜的，没钱就不要过来看。哟，66000的还涨价？嘿，没钱装什么逼呢？你怎么跟个跟屁虫一样？我呀，看你们两个穷鬼能买得起什么？你拿一件10万的，这一件就是我们店里10万的。看见了吗？一件衣服10万，我的眼睛都不眨一下。66000打折的破烂货，还讲价？哎，怎么说呢？叫花子给要饭的开门，穷家了。给我拿一件你们店里最贵的。岳不凡，我可没有那么多钱，你不要在这给我添堵啊！快去拿呀！你没听见要饭的说要最贵的。先生您好，这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价值50万。一件衣服50万呀，这可得到你们全家1年的工资了吧？快点买！哎呦，我50万咋能买得起呀？那你女婿不是说要最贵的吗？赶紧买呀！哎，怎么买不起了？哼，赶紧跪下来给我赔礼道歉！出言不逊的臭小子！你赶紧道歉呀！我们走人。就要这件了，刷卡。笑死我了！刷卡？哎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呢？岳不凡，你不要拿着信用卡乱刷，我可不会让我的女儿跟你还这笔钱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雅跟我还这笔钱。50万而已，我根本都不会放过你。妈，过几天的慈善会，你就参与。买件衣服负债50万。别到时候家破人亡了，都不知道到哪逃饭去。那什么慈善会呢？真是笑死我了。既然你知道慈善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入场券？慈善会的入场券那还要不少钱呢。我女婿啊，那可是托人弄了2张，说要带我女儿见识见识。我女婿啊，可有5张入场券呢。继续吹，就你那穷酸样，5张入场券，不要你的命！哎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5张入场券，你这辈子都没办法去慈善会，而我们全家都能去。你还敢骂我？我到时候让我女婿在慈善会上好好治治你！
好，我等着你。你说你为了装逼花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等参加完这次慈善会啊，我会让我女儿和你离婚，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给你还这笔钱的。这都什么人？叶不凡，你又干什么了？我妈让我跟你离婚。哦，那天碰见一个你妈的朋友，他想看我们笑话，我就给咱妈买了个50万的衣服，他怕我跟你算账。没事儿，我妈还不知道咱们有钱呢，不用管她。哦，今天慈善会，咱们早点回。多亏了不凡的入场券，咱们才有机会见这么大的场面。没事儿了吧？哟，不就是几张券吗？看把你得意的！你就是叶不凡啊？你哪位？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吴迪，我老婆叫刘迪，我就是那天被你骂了的黄阿姨的女婿。还挺押韵，有何贵干？装什么犊子呢？把我妈骂了，当什么事儿没发生？你妈那是自找的，你小子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趁我现在还没生气，赶紧从我的面前消失，不然的话，哦，这么厉害？告诉你，我老公可是王氏集团的高管，跟着王力王总混的。你要是敢惹我们，我让你吃不蹲。王力，这牛逼！你装什么糊涂呀？王氏集团可是京都数1数2的大公司，你净给我得罪人！妈，那你也不能打不凡呀！我打的就是这小子，哎，装逼不成，净给我惹事儿。小迪呀，替我呢带你妈道个歉，改日呢。不用了，像你们这种穷酸的人去我家，只会让我闻到更多的腥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听我岳母说呀，你们为了装逼做了什么假的入场券。今天现场人这么多，你说我要是拆穿你们做假入场券，扰乱现场秩序的话，你们怎么样？这个是真的，是我亲自弄来。就你个穷小子，买衣服都要刷信用卡的人，就你从哪儿弄这上百万一张的？对啊，不会是借了什么高利贷吧？叶不凡，你是不是真的借了高利贷了？陈清雅，赶紧和他离婚，免得耽误我们家。妈，这邀请函都是真的，不凡也没有借高利贷。再说保安不就在那儿呢，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好啊，试试就试试。刚好啊，我特别想看看保安是怎么把你们赶出来的。没问题吧？请出示入场券，请进。慢着，你个臭保安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拿了假的入场券，你还让他们借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？是哪位？我是王氏集团的销售经理。哦，你是来参加慈善会的吗？是，请出示你的入场券。对不起，你们的券是假的，不能进去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他们是假的，你不拦他，你拦我？就是，就你一个打工的臭保安，还敢拦我们？你们如果想闹事，那就来错地方了，请吧，别逼我动手。哎，我看呀，就是你们根本就不配进来。这里是叶家的慈善大会，想闹事儿，提前讲清楚。好，就算你们想进，也认识两不大。嘿。静雅姐姐，方真太冷了。不知道呀，玉柔怎么了？都是王少那个混蛋，前2天因为拍卖会的事，他不理我了。我想今天过来找他。那你去找他们呗，找我们干嘛？这我不是没有入场券吗？哦，原来没有入场券啊！我就说态度怎么这么好，有求于人呗。要不好啊，我们这儿刚好多一张。给你了，进去好好说话，别闹事儿。本拍卖会由叶氏举办，目的是为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。会议结束后，将会由叶管家为大家颁发证书，并且有机会面见叶家继承人。好了，下面我宣布，决战会开始。京都刘家50万，谢谢。
京都私家60万，谢谢。他们也没带什么钱，他们都是大几十万上下。不行，当上意思意思。就你那点钱，还上去意思意思？咱们这次来呀，就是要认识些富豪，看有没有同学朋友，我们要加强起联系嘛。当你还有浑水摸鱼的？来都来这现场了，也不说挣点钱，就等着看戏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有钱你上去捐啊！可笑。不凡，我们要捐多少呀？天呀，你把这个捐上去。大便绿绿的东西，你就这么捐了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太珍贵了，留在我们手上又没什么用，而且捐了之后，说不定还能越加难卖。好吧，那我听你的。哎，翠雅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啊，妈，我上去捐东西。你还不嫌丢人呐？这是不是又是叶不凡的馊主意啊？让你拿个破手串上去捐啊？妈，你就让他去吧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说不定会认识到叶家的继承人啊。哎呦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想通了，知道你配不上我们程清雅，是有意识的让清雅上去引起叶少爷的注意。行啊，清雅上。这位女士，手串一个，谢谢。哟，你这破手链，不知道什么叫丢人，赶紧下去吧。下去！哎，各位，这个程清雅跟我们程家是半毛钱关系没有啊！可别把这个穷光蛋跟我们程家扯上关系。原来这就是被程家抛弃的一家人，果然寒酸。叶水柔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让在座的人都知道，这丢人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。哎，你的入场券都是我给你的，怎么进来之后又像一只狗一样乱叫？哟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在说谁，这就是程清雅那个废物男人，家人都是废物。我来告诉你他是谁。皇上来了。姓叶的，上次在拍卖会不是得了1个多亿吗？怎么钱居然这么点儿？这可不符合你现在的身价呀！王少，你是又想跟我比一比？王少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不是说和他吵架了吗？我看见你就犯恶心，巴不得恶心你一下呢。你给我的入场券，我进门已经扔垃圾桶。你真是不知悔改。你见人说谁呢？上次让你占了便宜，白白挣了1个多亿，你不是觉得自己很牛逼吗？好呀，我也捐1个亿，你有本事把那钱也捐出去，敢吗？我的钱我凭什么捐？不敢的话就从这儿滚出去！我可认识叶家大少，像你这种层面的人，有了钱也敢捐只破手串，叶家大少分分钟让你在江湖上去。好啊，既然你想玩的话，那我就跟你玩。看你能做到什么时候？你要是敢把你的钱全部捐出来，老子把王朝他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好像是说叶不凡挺有钱的，而且要把钱全都捐了。那不行啊！哎，叶不凡，你给我滚下来！一个老东西再说一句废话，就弄死你！废物，你敢不敢？敢啊！大家都记住他说的话，我把我的1.5亿上次在拍卖场赚的所有的钱全部都捐了，来，补上2000万。先生，你可要想好啊！2000万，刷卡。我捐3000万。王少爷好样的，不愧是江城第一呀！该你了，我已经全捐了。我就知道你是不敢捐钱的人，像你这种废物，也就是个暴发户，你的钱啊，早晚会被你败光。我的格局啊，确实没有王后。那个1.5亿呢，我确实已经全捐了。那一个手串就值1.3亿。不过呢，我在这里先要替叶家谢谢王少捐出1王世界。小子还挺会装，一个破手串也敢说价值130万，这小子我看脑子有问题啊！一个废物不敢拿钱就罢了，还说一个破手串值这么多钱，还真让我长见识了。你现在从我裤裆底下窜过去，我说不定啊还能让叶少对你高抬贵手。
这位先生说的没错，这个手串确实价值1.3亿。就是你这个家伙！上次我就怀疑你们俩串通好来骗我，就是想说他。就是我的身份自然不必多说，不过这个手串确实我挺好，这位确实是上过最有名的大师。可能这小说这么久，怎么可能敢把自己钱全部捐出去？王少，赶紧把王氏枪管拿出来！你放屁！你就是说想让王少拿？哎，大家刚才都听见了呀！如果我捐出1.5亿，你就要把王氏捐出来。你现在又赖账了。今天送谁了？我有点事。走不了。如果叶家大少知道你的妹妹她的一招摇奉献的话，他在江湖上你说是吗？王少，怎么？我想走，你还想留住我不成？王少爷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可把转让合同都带来了。叶管家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您别当真呀。叶认为你是在开玩笑。哎，王少，你不是跟叶少关系好得很吗？他怎么不出来救救你啊？闭嘴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叶管家，他就是个装逼犯，你不必为了他打我吧？站在你面前的这位，就是叶家唯一的继承人叶少，我这就打你。不凡是叶家继承人？什么？他是叶少？这不可能呀！他怎么会是叶少？叶管家，赶快把王氏集团收购。叶少，寿爷还不闪闪，你饶我吧！饶我这种再也不敢了，叶少。晚了。叶少，走吧。叶少，站住！哎呀！清雅，我们回江城吧，京都也不过如此。啊，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不对呀，你是叶家继承人，你居然一直不告诉我，你看我不打你！啊！